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4多国联合军演7月12号在澳北部展开，规模为历年来最大。漆黑2024演习为何会由最初只有美澳两国参加的演习，不断膨胀至20个国家空军参演？重点演练大机群作战释放什么信号？把空军力量薄弱的菲律宾拉进演习是凑数还是另有盘算？菲律宾急于加入美国盟友圈军演，是否意在找外援？本期节目评论员白梦辰、秦真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消息，漆黑2024演习7月12号至8月2号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和廷达尔皇家空军基地举行。今年有20个国家140架军机，约4435人参演。漆黑演习始于1981年，早期为澳空军内部演习。从1990年开始，新加坡等国陆续加入，逐渐成为2年一次的国际性联合军演。今年，意大利、西班牙、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也加入其中。其中，意大利海军将首度派出加富尔号航母参与演习。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空战大队指挥官皮特·罗伯逊准将表示，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国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观察指出，参加此次演习的战机很多都要在此次演习前后参加多轮由美国主导的演习，比如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组成的泛欧空军部队将首先在阿拉斯加和太平洋地区展开代号为“太平洋天空24”的行动，以及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北极保卫者演习。随后参加夏威夷附近的环太平洋演习，在日本举行的日本天空演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漆黑演习，以及在印度举行的塔朗沙克地演习。虽然20国空军战机集结的地点在澳大利亚，但有分析指出，能同时请到这么多国家参加演习，显然超出了澳大利亚的能力范围。因此，这次演习虽然是由澳大利亚主办，但美国才是总导演。有分析指出，澳大利亚当前已经成为美国强化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桥头堡，美正积极拉拢域内外国家，加速打造亚太版北约。澳大利亚呢，想在这个达尔文搞一个达尔文这个论剑，然后呢，想自己当这个武林盟主啊，彰显自己的这样一个地位。东南亚国家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盟友，所以呢，他不可能跟澳大利亚是站一条线的。包括印度啊，印度他要当自己有声有色的大国，不可能为澳大利亚马首是瞻。从地理位置看，漆黑2024演习地点位于澳大利亚北部，靠近南海，连接印度洋，对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海空力量十分重要。澳大利亚空军曾表示，漆黑军演的演练重点是夜间大机群的进攻和防御作战，而举行地军事空域面积相当于德国国土的3/4，非常适合空军部队的大规模展开。从装备和演练科目看，本次演习涵盖编队攻击、空中防御、对地对海打击、空中加油等。参加演习的装备以战斗机、加油机、运输机为主。澳大利亚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曾公开表示，澳大利亚是美国坚定和积极的盟友，要将印太地区作为未来国防规划的重点方向，发挥其印太地区支点国家的特殊作用。为了支持美军在澳北部的活动，美澳近年来连续拨款，在达尔文基地建造战略军事燃料储备设施，扩建港口、机场和维护设施。两国还计划在2025年将廷达尔空军基地建设成为高端训练场，支撑大型联合演训活动。这个地方对于澳大利亚也好，对于美国也好，他如果说想依靠这个地方打造一个对亚洲的干预的中心，他是做不到的。我想呢，这个太平洋非常广阔，我觉得呢，澳大利亚纠集这样几个国家在这里呢，也扑腾不了多大的浪花。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7月10号派遣4架 FA-50战斗机和162名军人参加漆黑2024的作战演习，这是菲律宾空军60年来首次将战机派往海外。
澳大利亚军方称，菲律宾战斗机可以与其他空军战机合作。美军 F-22隐形战斗机、澳大利亚空军的 F-35A 和 F-18战斗机也参加演习。把这些战机整合在一起，将产生比单独方案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在阿基诺三世执政菲律宾的时候，菲空军就开始引进韩国制造的 FA-50战斗机，不过数量并不多，只有12架。这次派到澳大利亚参加漆黑2024演习的4架，虽然已经占了总数的1/3，但还是被外界质疑在大机群的进攻和防御作战，尤其是超视距交战的演习科目中只能凑数。作为由美韩共同研发的 T-50精英高级教练机脱胎而来的轻型战斗机 ，FA-50的飞行性能还算不错。该机使用了通用电气授权三星公司生产的涡扇发动机，并升级了发动机的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但最大的飞行速度只能达到1.5马赫，对于战斗机来说显得太低了。武器方面 ，FA-50装备有一门 M61火神6管20毫米机炮，翼尖位置可以挂在 AIM-9响尾蛇导弹，翼下挂点则主要挂在对地攻击武器，包括 AGM-65小牛导弹、Logic 火箭发射槽、CBU-58和 MK-20集束炸弹，以及美制 MK-80系列通用炸弹。此外 ，FA-50还可以外挂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的多种战术吊舱。这样 FA-50战斗机就号称有了多任务能力，能够执行对空作战、对地攻击、电子侦察等多种任务。但是，根据韩国与美国洛马公司发展 FA-50之初的协议 ，FA-50的作战能力必须保持低于 F-16，以避免竞争。而同时代 F-16CD 使用的是 AN/APG-68型脉冲多普勒雷达，所以菲律宾购买的 FA-50使用的是性能已经远远落伍的 AN/APG-67V4型雷达。作为一部工作在 X 波段的脉冲多普勒雷达，该型雷达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就老掉牙了。对非隐身的战斗机最大探测距离只有75千米。此外 ，FA-50并不具备使用发射 AIM-7、AIM-120等中距空导弹的能力，空战武器只有响尾蛇近距格斗空导弹和一门火神机炮。在超视距空战时代，不具备发射中距空导弹能力的战斗机，在空战中无疑会处于显著劣势。总体来说 ，FA-50属于半路出家的轻型战斗机，虽然具备多任务能力，但无论哪一种能力都比较差，属于典型的样样通，样样松。反观其他参加漆黑2024演习的战机，多为美制5代隐身战机或 F-15、F-16、阵风等重型或中型4代机。在当前的强对抗作战环境和大纵深战场中，此次参演的菲律宾 FA-50轻型战机只能是打酱油的角色。不过，菲律宾对此明显不以为意，因为它虽然只派出了4架 FA-50，却有160多人跟随前往澳大利亚，明显是想借机提高非空军人员的相关能力，为今后继续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交流打基础。有观察指，菲律宾正在寻求建立更多的区域防卫合作关系。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和菲律宾多次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演习。在面临美国11月大选之后可能出现的变数，马克思政府从去年的6月份就开始拓展其他的朋友圈，想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关系来稳固国际资源。他对美国是有利可图的，美国要过来插一杠子，但是其他国家菲律宾很难有兑换的资源，因为很多国家他并不想入驻菲律宾，没有这样的企图。菲律宾呢可以说要钱没钱，要物没物，他菲律宾很难有兑换的东西，充其量呢。他争取外援，顶多是争取一些口头上的援助，最多是其他国家有些装备太老旧了，不用了，淘汰了，送给菲律宾。近日，菲律宾与日本签署所谓互惠准入协定，旨在便利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之间互访。这是日本首次与亚洲国家签署类似协定，而菲律宾则成为继澳大利亚、英国后第3个与日本签署该协定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日澳、日英最长达8年时间的漫长谈判，日菲从开始谈判到最终签署协议的时间仅用了8个月，可谓火速。
去年，日本政府就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下，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海岸监视雷达。而随着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生效，预计菲律宾将会从日本获得更多免费的武器装备，推动其军队整体装备的升级。而日菲两国很有可能以互惠准入协定为基础，继续签署其他能助推两国军事防务关系升级的协定或文件。有评论指出，此举将导致亚太地区未来或将出现新的军事同盟，干扰地区和平稳定形势。之前呢，如果说，双方少量的派、偶尔的派，那么短时间的派，实际上不需要这样的协议的。我觉得签署这样一个协议之后呢，就意味着呢更加便捷的、更加快速的、更加大量的和长期的互派部队，这样双方呢，特别是对于日本来说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让他对外派兵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同时呢，他以后如果说向菲律宾派出一些训练部队，包括一些情报部队进行常驻，也可以简化相关的程序。举办漆黑2024演习的澳大利亚达尔文一直是美澳军事合作的重要地点。当年美国甚至将航天飞机的备降机场设在了达尔文空军基地。而近年来，美国不断在达尔文附近扩建军事基地群，涉及海陆空3个军种。请教一下白先生，您是如何来看达尔文军事基地的战略意义？就是达尔文空军基地啊，这个空军基地有2条相对比较长的跑道。一条大概1524米，就是差不多5000英尺；另外一条呢，就是所谓的航天飞机的这条备降跑道是11004英尺，大概算下来，应该说，就算是美国在这个区域啊，能够接受到3354米的这个跑道，也算是比较长的了。那么除了航天飞机之外啊，美国军方的 B-1B 也好，B-52也好，其实都在达尔文空军基地呢有一个日常的部署。那么，2023年的时候，美国空军曾经宣称准备在达尔文设立一个这个维护和任务中心啊，说白就是一个新的指挥基地。那么这个呢，对于达尔文来讲，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战略轰炸机向西太平洋方向进行扩散的一个主要的平台。除了空军基地之外，达尔文其实在这个陆军啊，或者是陆上地面作战力量和这个海军上面的重要性现在也在上升。当然，这个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啊，那么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说达尔文港其实对于全球的海上运输，对于中澳贸易也是很重要的。达尔文港里面有一个这个相关的码头，实际上也由中方在这个我们说租用。那么这些未来会不会受到美澳军事合作的影响？那么包括美国方面会不会人为的制造在中澳之间的矛盾啊？这个其实我们说可能对于2个国家，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它的影响都会比较大。近日，菲律宾传出消息，计划引进首艘攻击型潜艇。这一动向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普遍认为其买不起也养不起。请教一下秦先生，您是如何来看菲律宾这一动向？那么他去年的军费，2023年据说合人民币是364亿左右的人民币的军费啊。其实不高，我算了一下，合大概50亿美元一年的军费。那么据说他要买潜艇，这一艘潜艇就是5亿美元。啊，而且买一艘可能还不够用，起码2艘，2艘它可以倒换着，就一艘如果维修，另一艘还能值班啊。但是后勤每年的它的维护运营实际上还要花很多的钱，而且大家知道军费不光是买装备、用装备，军费很多的一部分是为了给军人开工资、津贴啊，包括日常生活这些住房啊等等维持这样的费用，你不能全拿来这个买军备啊。所以菲律宾严格说，它现在的军费，它确实还可以再挤出一些钱来。但是他挤出这些钱，牺牲的是什么呀？一定是你的老百姓的这种社会的民生。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买潜艇，他还要买西方的潜艇啊，主要想像什么像法国啊、意大利、西班牙，据说韩国都有兴趣向他出售啊。但是这样的国家卖的潜艇都不便宜，所以他现在绑在美国战车上，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一个棋子。但实际上他买的武器装备，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并没有给他优惠，并不是说这些武器装白给你的，你要掏出真金白银去买，这个增加了他很大的负担。日前，美国海军披露，约翰斯坦尼斯号航母因核心动力部件损坏，不得不延长中期大修时间。与此同时，全狮号2栖攻击舰历经5年半的漫长维修，才艰难重返海试。那么，美军舰艇陷入后勤保障困局，是否会影响美国海军全球部署计划？面对早已显现的造船业衰退，美国海军又有怎样的对策？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报道，由于为航母提供动力的蒸汽涡轮机损坏，目前处于中期大修阶段的约翰·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母已经出现维修期严重延误的情况，不得不推迟重返美国海军的时间。根据2025财年的预算文件，斯坦尼斯号航母本轮大修计划将在2025年8月完工，耗时约4年3个月。但如今这一时间点被推后至2026年10月，相比原计划增加了14个月，已经接近了此前出现同样问题的华盛顿号航母中期维修所耗的5年10个月。据了解，再次出现的涡轮机属于航母核心动力部件。该涡轮机负责把核反应堆的热能产生的蒸汽转化为驱动航母的机械能和船上系统使用的电能。这些涡轮机原本计划服役50年，计划在航母的全服役期内不必进行更换，而现在运行不到30年就出现严重故障。目前，美国其他尼米兹级航母也面临中期大修。一旦出现相同情况，将会导致航母推迟部署的问题。美国海军官员6号透露，全狮号2栖攻击舰延宕已久的方向舵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再次开始海上进行测试。目前，该舰计划搭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准备返回海上，继续此前被一度中断的部署。其实，早在4月初，全狮号就已经完成了中期大修。当时，他从圣迭戈启程，计划前往印太地区进行作战部署。出航后不久，就遇到了工程故障，被迫返回，严重影响了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计划。他率领的2栖作战群还包括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萨默塞特号与哈珀斯费里号2栖运输舰。搭载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5远征部队及其配套的新型2栖战车。他们原本计划参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多场演习，但在全狮号遭遇故障后，其搭载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已经中途撤离。更让美国海军沮丧的是，类似全狮号这样的战舰故障情况还在加剧。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2023年的报告，美国海军面临着估计总额高达18亿美元的水面战舰维修积压任务。美国造船业维修能力退步严重，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都不讳言。早在2022年2月，出自美国政府问责局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目前美国的大部分潜艇都无法按时完成维护。报告中说，在2015财年至2020财年期间，美国海军潜艇按时完成维护率仅为46%。在414艘需要保养、维修等的潜艇中，只有191艘按时完成了，总计延迟高达2525天。对此，当时美国海军中将约瑟夫·托法洛也曾透露说，大量积压的维修工作可能会使相当于15艘潜艇闲置长达数月之久，这意味着前沿部署部队的潜艇数量减少。美国国防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曾指出，美国的造船业在2000年之后流失了约2万名技术熟练工人，而且这方面的缺口还在继续增加。当前美国造船业持续衰退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全球战略部署，各造船厂船坞老化严重，无法满足大型水面舰艇、核动力潜艇等新型战舰的维修和保养需求。那么，美国造船业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说私有制的4大船厂已经成为垄断企业？美国海军自己的船厂不能进行维修吗？大型舰艇的建造和维修都离不开大型干船坞和重型起重设备，这些基础设施是建立一家大型船厂的必需品。当前美国的4大船厂分别为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巴斯钢铁造船厂、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和英格尔斯造船厂。这4家造船厂全部位于美国东海岸，分别生产不同类型的舰艇，可以说是各司其职。其中，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主要建造核动力航母与核潜艇，英格尔斯造船厂负责2栖舰艇和驱逐舰，巴斯钢铁造船厂专注于驱逐舰，而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则主力打造核潜艇。美国民间的这4大船厂各具优势，互相难以替代。
但随着军工巨头的不断崛起，这4家造船厂也经历了兼并重组。英格尔斯先是被加州利顿工业公司并购，随后加州利顿工业公司又被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收购，并与诺格公司旗下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整合为诺格造船。2011年独立为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因此原来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英格尔斯造船厂已经属于同一家董事会。与此同时，巴斯钢铁造船厂也被通用动力公司收购。美国造船业原来的4强格局也从此成为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与通用动力2家之间的寡头竞争。不过，即便如此，4大造船厂依然面临船务数量少、造船技术人才流失的窘境。而由于合格的人力短缺，美国4大造船厂的安全问题、质量问题呈现出不断增加之势。除4大私有造船厂外，美国海军旗下也有4家较大的船厂可以进行中小型维修和定期保养，它们分别是诺福克海军造船厂、普茨茅斯海军造船厂、普吉特湾海军造船厂以及珍珠港海军造船厂。这些船厂的所在地都是美国海军大型舰队基地。对于大型军舰和潜艇来说，船务是必不可少的维修设备。上述4个美国海军船厂均建于19世纪至20世纪。船务老化问题十分严重，有些船务工作效率低，维修保障能力差，甚至已不适合维护美国海军新型舰艇。有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只有17个船务可以为老式的洛杉矶级核潜艇提供维护和保养服务，用于维护新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船务只有7个。由于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比洛杉矶级更长，排水量更大，日益老化的船务已难以对其进行维护和保养。有分析指，当前无论是改造升级军工造船厂，还是扩大使用私有造船厂，都需要高昂的补贴和援助。为此，美国国防部曾砍掉了美国海军41亿美元造舰经费，用于补贴船厂基础建设。而未来美国究竟还能有多少经费投入造船厂拯救计划，依旧是个未知数。为解决造船业衰退的问题，美国还试图让其盟友帮助美军造舰和维修。6月下旬，韩国韩华集团宣布投资1亿美元收购美国费城造船厂。据英国海军科技网站称，这次收购由韩华海洋公司与韩华系统公司共同完成。2家公司在智能化船舶和无人航行器领域，以及液化气运输船和军用舰艇方面都拥有丰富的建造经验。今年年初，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托罗访问亚洲期间就曾表示，希望日本和韩国支持美国造船业，帮助美国消化大额军舰订单。不过，外界评价美国吸引其他国家造船企业帮助美国造舰是治标不治本。从总体上来讲，它没有办法，就是从根本上就调整自己造船工业现在这种颓势啊，因为它现在的办法呢，就是解决燃眉之急。比如说它的大的舰艇还有核潜艇啊，它自己国内还是可以制造的，但是中小型的舰艇，它制造的能力就显得不足，特别是维修啊这样的能力就显得不足。那你不进行大调整，增加制造能力，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有观察指，由于造船能力大幅萎缩，美国已经为海军造船问题开始到处求人，除了日韩外，甚至找上了印度。请教下白先生，这些海外的造船厂能解决美国造船不济的问题吗？美国人这个造船的向海外提出要求啊，这个我们说也不是这几年。你像之前星座级的很重要的这个设计来源来自于欧洲，包括美国国内的一些这种像这个之前的边海联络舰，很大程度上的设计跟制造能力来自于澳大利亚。那么这块呢，我觉得还是体现出了美国自身在造船，尤其是民船制造上面已经彻底沦为一个二流的国家，跟像日本、韩国相比的差距是明显的。维护保障这块呢，美国人向海外求援，这个我们说很大程度上是刚才我们讲，他希望能够加快部署。所以呢，美国向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甚至我们说像比如日本控制一些海外船厂，来进行这种相关的要求的提出。但是我们说大型舰艇的建造和维护，在美国国内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者是军事问题，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那么美国国内这些这个政治力量强大的船厂，像亨廷顿造船也好，通用电船也好，那么这些是不是愿意把订单拱手让给海外的这些企业？